好，持续来关心的是中美之间就这个农产品的这一场贸易战，我们要来看中国大陆拒买了美国的大豆之后，真的是逼哭了美国的农民哦。那么川普再捅一刀，砸巨资要拉拢阿根廷来进口牛肉，逆转后花园染红的窘境。能够成功吗？今天一起来做关注。先来看到这个是贸易战的副作用哦，正让美国内部炸锅，因为大陆早就已经开始停止购买美国大豆了，并且转向不管是跟巴西购买，或者是跟阿根廷来购买，结果就造成了前几天我们聊到了嘛，伊利诺州的这个谷仓，因为里面的大豆实在是太多了，竟然最后还整个爆仓成灾哦，酿成了一个灾难。那大豆价格呢，我们可以看到哦，到今年以来，其实呢已经暴跌了大约20%。美国农业部这时候就已经做出警告了，说美国出口大豆60%都是靠中国，光是每一年哦，这个从中国大陆一年的采购量本来应该可以达到3200万吨的，现在是直接归零了。农民就怒吼说，川普的贸易战打到的是我们自己。变得破产，非常的惨呐！川普这时候着急了，急着去找其他的国家替代中国来买他们的大豆，找谁呢？找了日本，结果日本只是象征性的买了500万吨而已，印度呢只是买一点点，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哦。买了包括了美国的豆粕，还有它的玉米，跟中国采购规模来说，简直是不可以比。那如何来做替代中国大陆的市场？接下来怎么办呢？美国的农业，上志哥怎么看？永远不可能能够替代的啦。为什么这样子讲？我们来看这个统计，联合国的部分统计哈，每年全世界当中是这样子，进口我们在讲，无论美国种多少，那么中南美洲种多少，然后呢，俄罗斯种多少大豆，很多地方都在种大豆，好种不管，但进口也就买，全世界互相买来买去买大豆的，2024年的部分是达到1.78亿吨。全世界有各国买哦，这当中中国就买了1.12亿吨，那么预估到2026年的明年，这个是增加呢，就是说中国还是超过1.2亿吨，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国买了1.2亿吨，其他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不管你种来种去。合计买了多少？合计只买了6000万吨，所有的国家，所以你怎么取代嘛？就不可能。单我们看9月份，为什么对于美国冲击这么大？因为在中国今年9月，在全世界就买了1287万吨。你看每年1000多万吨嘛，所以一年1亿多嘛，哈。对。好，但是对美国买0。所以这就是过去跟美国买那么多，但是现在怎么单9月份就买那么少？所以这个部分你说想要去美国化，去中国化，找各国来填补，我们刚刚讲，每年全世界也就才6000多亿吨啊，6000多万吨，你就没有办法取代中国的部分需求，永远都不可能哦。所以包括中国的部分的人口的比例，还有他们现在经济水准需要大豆和豆浆跟豆制品，还有包括农畜牧业。好，但是我觉得这里头最重要值得注意的部分就是，中国大陆在这次当中可不是这种短暂的或临时性的动作，因为我们在关心在思敏的节目，我们关心中国采购大豆是今年年初2、3月，其实第一批订单就要开始了，就发现美国怎么没有，中国怎么没有下订单？对，减少。然后3、4月就要签合约了，怎么没有签呢？都在这边节目里头都觉得延后，所以就是说，其实中国在所谓的去美化，不只是去美元，包括所有先前去美债，包括所有去美豆。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的战略布局，是什么这样的布局呢？好像仿佛算准了，在川普2月份上任之后呢，肯定就是中美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中国就在那时候就开始对于大豆布局就减产，因为原来3、4月第一批订单，4、5月第二批订单，到最后的包括9月已经是最后都不下，而且甚至是降到0。所以你可以知道，中国在美国方面最大的错判是，虽然他们有关税战在主导，在晶片战主导，还有包括对中企的黑名单不断的叠加加码，在方面有很多在高科技方面的手段，仿佛在压迫中国。可是中国对于美国方面的谈判回起了准备，单大豆就早在今年年初，早在川普上任，乃至川普上任之前就开始降低了。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始终我们看，不只是眼前大豆这样子的问题，乃至现在川普放话说，月底如果跟习近平见面的话，大豆就会谈好了。他现在各式各样的放话，你觉得中国对于整个川普，难道只是今年年初大豆这个部分有所准备吗？
难道不是在川普上一任8年前的时候，就对于整个对美国的部分，长久以来这个战略谈判已经准备，只是今年正式实施而已呢？对，早就已经长远的规划布局了。那9月份确实现在呢，中国大陆跟美国是首次的零采购哦。那我们也要来看到，现在豆农很惨嘛，接下来就是要关心的是说，这些红州的票仓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川普的期中选举？因为不止红州的票仓是在这些豆农的票仓，我们现在要来关心到的还有这个牛肉业者，同样跟豆农一样是苦哈哈。为什么呢？我们看到美国的牛肉价格也是同样在近期狂飙。我们先看牛排的价格，因为美国人吃很多的牛牛排价格狂飙了16%，牛绞肉更是高了。查了一下资料，较5年前是飙涨了50%。这个肉铺的业者直接出来说，40年来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如此大的涨幅。但是此刻，川普竟然是宣布他要花一大笔的资金，400亿美元去援助阿根廷，并且开启牛肉外交。换句话说，就是开放阿根廷的牛肉做进口，降低农产品的关税，理由是要压低国内的通膨跟物价的问题。但是刚刚提到了嘛，要援助阿根廷，总要有资金来源吧？现在根据最新了解，这些资金来源来自于对美国原本要用的农业补贴跟国防预算，把它硬挤出来的。红州的农民可以说是气炸了，他们就说：我们投给川普，结果他拿我们的钱去养阿根廷的牛啊！这些红州选民包括了德州、堪萨斯、爱荷华等等地方，委员怎么看？期中选举，川普还撑得下去吗？这个所以我讲啊，川普只是有勇无谋啊，不能抹定而后动啊，那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举个例子哈，我们刚才讲说大豆1年到中国要3200吨，我再算给大家看哈，大概一艘船哈，大豆的船大概是6万吨，也就是你要500艘船，才运得完，那500艘船，跟各位一个数字，全世界这种船只有3000艘。你就知道，即使现在要运都来不及，所以而且你不一定订得到，你因为只要运你的这个大豆，还要运别的啊，面粉啊，什么玉米啊，对不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川普都没有把事情想清楚。好，那现在谈到牛肉更经典，他对巴西的牛肉课高关税50%，可是巴西的牛肉主要是在做美国人的麦当劳那种汉堡用的，就是比较所谓牛碎肉的那一种，就现在汉堡价格大涨，而且汉堡价格都是劳动阶级在吃的量会比重比较大，像大总统如川普那有钱人他爱吃汉堡，那是很少见的啊，那就更搞笑的一点就是说，那好像你那个巴西的牛绞肉来对这个美国的这个肉农影响也不大，因为美国的肉比较好吃，一般是做牛扒用的，做这种碎绞肉反正都是用巴西的。就你把汉堡价格给打涨了，然后这个牛绞肉买那个牛扒肉你用低价去阿根廷买回来，又把牛排价格往下打，那你简直是要把牛排打成牛绞肉，是不是？你不是，我实在看不懂这里面是什么逻辑，让自己产的牛扒肉价格下跌，然后让一般老百姓吃的自己没有产的牛角汉堡肉往上涨。我不要问他们两个，这是什么逻辑？我实在想不通，他怎么玩这个游戏？所以他的外交政策跟他的本来就是怕红州的选民造反，因为红州他觉得一定投给我啦，可是为什么他会对大多这么紧张？就表示他很紧张这个选票，而紧张选票来自哪里？来自他的参议员候选人，来自他的众议员候选人，我觉得会被川普给搞垮，不垮也很难。而且好几个州，事实上虽然是红州。他是选票赢民主党并不多他只是稳定的赢，好几年都如此赢，所以大家称他红州。但是选票都差不多。你这样一搞的话，这些大豆农啊，这些牛肉农啊，如果起来造反的话，那你川普后半任期就是变成博压的。所以他不是砍自己他是莫名其妙砍自己这才糟糕啊。所以我只能说到底你的幕僚是谁？你怎么会有这种拿砖头老是频频砸自己脚？还有前几天他不讲吗？他说我要不让中国的 cooking oil 这什么这个料理的油进口，
他忘了美国人进口这种使用过的废油哈，是在做生质柴油。那生质柴油主要是农民在开农机用的，你让它大豆卖不掉，你要农机价格、材料油上涨，我看这一下子哦，啊，他不开着战斗机哈，去丢你那个什么东西啊？污水，污水。所以我是觉得，川普这个内阁真的有问题哎，好像这些脑筋不太清楚哎，都是有钱人。太有钱了，所以脑筋不清楚，看不到。对，好，我们刚刚看到是，不管是中国大陆或美国，近期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跟南美洲国家哦，就在农业上的进出口贸易有非常多的交流。那事实上呢，除此之外，大陆近期真的也是积极的布局南美洲。那现在其实美国也担心了，会不会自己的后花园被染红呢？这是一个问号。我们一起来看哦，因为呢，包括中国大陆近期投资的还有合作的地方，从巴西到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到阿根廷都有投资合作的项目，包括了能源、矿产跟基建等等哦。那尤其在阿根廷，中国大陆的参与更是多，包括了整个核电站的建设啊，还有高速铁路、太空雷达基地等等。另一方面，美国有没有布局南美洲，确实也是有，但是用的方法有一些争议，不管是靠撒钱，或者是靠最近哦不断的派出他们的军舰扫毒做威吓，结果有一些反效果。3个地方，包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跟厄瓜多，在这个时候一起。站出来抗议美国扫毒行动是假，军事入侵才是真的。这一回在拉丁美洲的这一些竞争，中美之间谁会赢呢？厉将军怎么看？我们通常都说美国将中南美洲视为它的后花园，所谓的门罗主义。但是我不认为他把它当后花园，后花园你要好好去经营嘛，你要去种花嘛，去整修嘛。但是我觉得美国根本就是将中南美洲视为一个准殖民地的心态哦。那他对我们看得出来，对中南美洲来讲，他大概只有3种手段，归纳出3种手段。第一个是军事上的威慑，现在就很明显了嘛。你看到他对委内瑞拉派出一个这种海军的一个战斗群在那边威胁要委内瑞拉马杜罗下台。对委内瑞拉用军事强压的手段来对付他们，甚至于对哥伦比亚现在来说也说他是毒枭，说他总统也是毒枭对哥伦比亚也打击，甚至于你打了以后，打了下来你拿不出证据，那2个被打掉以后还幸存的2个这个渔民来讲的话，后来被释放了，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毒枭所以第一个我觉得美国对中南美洲采取第一个是军事压迫的手段，然后希望我们看看这次马杜罗会不会因为军事压迫的手段而这个产生畏惧而离开这个总统的职务。那第二个他会采取手段就是经济上面利诱我们看到这次对这个对阿根廷不就是用经济利诱啊？之前他已经给了他200亿，这次又说400亿，就是说你要当选的话，你的选民选这个米莱这个我的盟友当选总统来讲的话，我就提供你400亿的美元来救助你，因为阿根廷现在来讲的话，它不管是通货膨胀很严重，经济也萧条，货币严重的贬值，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400亿美元对阿根廷的民众会不会吸引他们注意？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观察了。那第3个他会用的是什么手段呢？就是政治上面用颠覆的手段。我们看到中南美洲很多的国家有时候左派，有时候右派，这是人家国家内政，人民选出来的。但是他经常会用 CIA 这些去把它颠覆掉，选出他自己川普所望的总统。所以我觉得，当中国提供这些国家来讲，最重要的基础建设，我们不管看到秘鲁的前海港或者是2洋铁路，我觉得这才是中南美洲未来所需要的东西。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